这里山清水秀，层峦叠嶂，一条蜿蜒盘旋的碎石泥巴路直通山顶，清澈的山泉水在山里流淌，上百年历史的青石板林间小道依旧清晰可见。我们一路徒步前行，在一座大山的山顶看到了2栋泥土房，住着一位年过70的爷爷与2位做养殖业的伯伯。这位伯伯告诉我，这里有上百年的历史，仅仅只住了5户人家，但是如今只有2栋房子保留在这里。住在这里的人神清气爽，能让人延年益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大家有没有听到，在这里有响彻山谷的山泉水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湖南的大山里面，而且在我身后还有新架设的电线杆，一直往大山里延伸。莫非里面还有人居住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里面生活呢？好吧，我们长话短说，就让我们徒步走进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前几段时间啊，因为一直阴雨连绵在湖南，所以啊雨水特别的充沛。今天我们到这个大山里面来呢，就能够听到响彻整个大山的山泉水。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啊，居然还能够看到，在这个山的半山腰上，有一栋泥土房，而且是一条山间小道。好，现在啊，我们就决定啊，先去这个半山腰这栋房子里面去看一看，看看这里是做什么用途的。从远处看，像是一栋泥土房，而且这条路面啊，就是一个斜坡式的，只能够是步行。我感觉非常窄的一条路。我感觉是养山羊的，因为这里都还有山羊屎。哎，有可能是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进去看一看。这里又变成一个山间的林荫小道了。要是下雨天啊，这里会非常的湿滑。这还是一栋横砖房哎。我们看看有没有人生活在里面。这个是养山羊的。这是一个茅厕。是。然后现在这里面全是山羊。这里还种的有菜，有葱。啊，这是一栋红砖房，我以为还是一栋泥土房呢。还有蜂蜡。这里是养蜂。好吧，我们看看这里面有人住吗？这里看起来应该是有人住哎，安澜。你看这里打扫的还蛮干净的。这里还有搓机、垃圾桶。啊，这里还有蜂箱，以前收到过的一些农用器具。这里就是一堵。这里看起来还是
2栋房子挨着修在一起的。只不过呢，已经是废弃了，上面的仓库啊都没有装。但是这也是看起来呢，这里应该是有人住，只不过现在看起来这里面的主人呐，应该是去外面玩去了，或者去山里面干活去了。看这里都还有山间小道，一直走到山的顶上去。正常以前这户人家应该是从这里上来，但是我们刚刚从那边开车过来，没有看到这里有一条路走进来。是不是连着是另外一条小道啊？有可能。但是现在看来这里没有住人了。好吧，我们走刚刚那条泥巴路，走到山谷里面去看看，走到大山山丘里面去看一看。今天的天气啊，稍微有一丁点的寒冷，没有太阳，偶尔呢会有那么一丢丢阳光。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是养猪的，但是现在也没有人养了。好小啊，应该只能养1只猪吧？所以我们刚刚走的这条路啊，是这户人家的一条羊肠小道，另外一条山间路，那边呢是一条路比较宽一点，但是我们就不准备去那边了，因为往下走是下山的一条路了。我们今天要去探访的地方呢，是沿着电线杆往大山里面走，往山顶上走。小心啊，不要摔跤。这上面有山羊屎，这里应该是山里面的人，可能是养的有黑山羊。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哇，好陡啊！所以这户人家以前出行啊，不是特别的方便。好，现在我们准备跟着这个电线杆的走向，一直走到大山里面去看一看。这个水声都成小型瀑布了。因为最近经常下雨啊，所以山泉水特别的充沛啊。像以前我手指的这些方向，都是一块农田呐，但是现在全部已经荒废了。看到吗？电线杆一直架到山的顶上去了。这条路面呢，看起来啊还算不错，还不是完全的泥巴路这一节，不知道山的里面是泥巴路还是跟这样的路面差不多。这里还种植了青菜。应该是山底下的人种植的青菜，也可能是山谷里面的人种的青菜，就种了这么一点点。对面都还有废弃的石板路，以前没有这条公路，大山里面要出行都是走我对面的这条石板路，沿着大山的旁边的一条林烟小道进出上下山。这条路面应该都是后期挖开的。这一片呢也是农田，只不过现在全部变成杂草了，没有人愿意在大山里面再去劳作了。哪怕是平原地带，现在都很少有人去做农活了。这样看来，
我们要走一条盘山公路，一直爬到山顶上去。地面应该也是一个田埂来的。哇！以前这个山谷里面应该还住着有人，只不过呢，现在杂草丛生了，肯定是没有人了。山顶上应该会有人家，因为电线一直往山顶上走的。好吧，阿兰，我们沿着这个盘山公路走上去吧。哎，这地上都看到了车轮印，所以啊，有越野车或者是那种货车啊，应该是可以爬到上面去的。这个坡就有一点点陡了，要是下大雨的话，这个石头啊全部往山下撑。啊，这个路看起来还算不错哎，整个路面接近4米宽。哎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还选择住在山里面呢？啊，这里地上山羊屎成堆。看样子又是一位养殖户住在这山上。我们先上去看一看。刚刚在这个半山腰山的另外一侧看到的那栋红砖房，看上去应该还是有人住，但是没见到人。就算是有人住，应该也是上了一定年纪的，应该有50-60岁的中老年人。20-30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应该不会再愿意住到这个山里面了。看到地面了吗？都是以前的山间林间小道，以前这条公路都是没有的，都是后面用挖掘机开挖出来的公路。这个还挺陡的，接近有6-7度厚了。加油啊！这样子看起来，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到了半山腰了。前面应该可以看到房屋了吧？哇，电线杆都还看不到头啊！我们的安南今天走不动了。过完年以后，爬山的力气都小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感觉我2只脚都是酸的。好吧，我们慢慢走吧。看那里是什么花？是不是玉兰花？哎，好像是的嘞。这都是山谷里面的野生的玉兰花，特别的清香。我们现在离这个山谷里面的垂直高度差不多有70-80米高了。所以以前住在这个大山里面的人，要是没有挖掘机现代工具的话，完全靠锄头、锤子要把这个山体挖开，那没有个几年时间应该是解决不了。除非是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社会，动用几百上千人，那有可能挖得快一点。我们到这个山顶上来，都是围着这个前面的那些山峰啊转来转去，都转了接近20多分钟开车，才转到这个山里面来的。但是到这个位置就没有水泥路了，就只有我眼前的这种简易的泥巴路碎石路。
走到这个位置，就只有2根线了。刚刚下面那个位置都是3香店，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养殖场，住的应该是普通的民居房，但不知道是老人居住在里面呢，还是这里搞了一个民俗在里面。因为现在大家都讲究着返璞归真，想到大山里面呢，感受宁静的生活，早晨起来啊，呼吸负离子满满的空气。过年前我走不过你，过年后你走不过我了，所以要多锻炼。又是一块废弃的农田，前面呢应该是以前的一个屋场，只不过现在呢已经废弃了，墙倒屋塌，没有任何痕迹了。看到没有？前面我们能够看到一栋泥土房了。这里还有菜园子，应该是有人住在这里面。那个山的顶上还有玉兰花，看到吗？玉兰树。以前这里呢也是一条溪水沟，但是现在没有山泉水流淌下来。这里还有一栋泥土房，看到了吗？上面还有菜园子。我们走上去看一看，看看是谁还住在这上面。哇，那边有好多株花呀。这些应该就是樱桃树了，因为之前山里面的一位刘兄弟告诉我们，现在开花的3月份开发的基本上都是野生的樱桃花。以前这里全部是种庄稼的好地方，但是现在全部荒废了。古朴的青石板路。这户人家从哪里走上去呢？我们走这条公路走上去吧。上面还养了鸡，看到没有？是的。所以这上面肯定是有人住。哎呀，我有点渴了。这个田里面还好塌一棵树，已经烂在这个农田里面了。整个田都已经荒废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养的鸡，那么这2栋房子肯定有1栋房子是住了人的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住在这上面呢？因为电线杆也就只是延伸到了这2栋房子周围。这池塘里面还养了鱼还割了青草。那么这池塘里面呢养了草鱼，全部是天然无污染的山泉水养的鱼。那这里肯定会住人喽。这个地方都还是活水。是的啦，所以这里养的鱼肯定肉质非常鲜美非常细嫩这里还有一条林间小道，应该是通到山上面那栋房子上去的。我们先去这栋房子看一看，走宽敞的路吧。这里还晾晒了被子。这里种了好多青菜。
啊，下面是一个菜园子，啊，比较规整。这里还做了个稻草人呢。嗯，看看晒的被子、被单，养了好多鸡。哎呦，你好！啊，我带小孩子出来玩。哇，这里就你一个人住啊？啊？有2户人家。有2户人家。那户人家还有人住吗？有1个人。也有1个人。这里呢，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们2个人，我的老公。啊，你跟你老公？哦，这个地方是好地方嘞，我车子停在下面了，然后我看到这里一条泥巴路啊，又有电线杆呐，我们就慢慢走路走到这里来的了。车子可以上来的。车子可以开上来啊？是的，我刚刚，但是我们这里不熟啊，我们只能是步行走进来嘛，看看，因为走到里面又没有水泥路面。没有水。啊。这条路都是我们家修上来的。自己挖的啊？什么时候挖的啦？收了有哦，挖通了6、7年。整个这个山里面就只有你们2户人家住啦。这个电线应该也拉了不久不？只拉通了2年了。那你们不是住进来也只住了1、2年？我们建的房子在阳山呢。啊，你这里只不过是到这里面是什么？做养殖业。搞养殖养羊。啊，养羊养鸡。养蜂子啊。养蜂。啊，做一下。啊，可以。你这里是自己种了这么多菜啊？啊。哎呀。我给取草。你这里是准备种出来卖的吗？有人卖就卖呀，没有人卖就把羊吃。给羊吃啊，这些菜。啊。羊吃这个大蒜吗？大蒜是卖呀。大蒜卖了。我说这种野草就应该是羊吃了。羊吃。这个包菜羊吃啊。啊，包菜。萝卜羊吃啊。哦。好好。我们是建的房子在外面，我们就在这里。我们老家是在这里，有几户人家，他们都出去建的房子就没进来了。我们就在这里养羊啊，养蜂蜜啊。啊，这样子。这里以前这里是有2户到3户人家。有5户人家。整个这里5户。啊，这个的前面是房子的，他们。这里也是房子，这里也是房子。整个那里。那边也是房子的。那边房子。有5栋。整个这里只有5栋。5户人家。5户人家。这里有多少年呢？有100多年吧。我们的屋都有几十年了，这房子啊？有60年啊？有的。哇。古董呢。古董房嘞。你上面的瓦有没有检修一下了？翻过一次。啊，翻修过一次。今天大才插个这一栋啊，维修一下。啊。从这里插一下。建起一栋。老式的了。你这边的房子以前应该是几户人家，一个大户人家了，只是这边被拆掉了了。拆掉了，困墙了。靠墙边拆了。因为你这个泥土房，要是瓦不就翻新的话就会倒。我嫁到这里来30年了。30年。我的孩子3、4岁了，今年。30岁。哎呀。大的成了家。大的成了家。你这个房子不准备重新修个新的房子在这里面吗？还是说就一直住这泥土房？就去在这里的，他们是不想我们去，我老公不想走了。他就在这里养老了，他不想出去啊。这个地方好嘞。好了，他一个人都要去啊，他一个人放在这家，我又不放心。那是。一个人住在这里面，还是有点不安全。你这里住进来才3年了。10年了。搬回来啊？搬回来。搬回来10年了，你这里电线才3年呢。他那是打架了，就没有几个月没到电了。几个月没到电啊？过年都没有电到啊。过年都没电啊？那个打架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门口这个是什么树啊？梨树。梨树。结梨子的。结梨子的。那还每年会结不？结。结啊？
我以为是一个红枣树哎。不是梨树，要8月才能吃。这个梨8月份，啊，大概是5月份左右开发了。啊，这个沙子准备是干嘛？准备建房子啊？准备建房子啊。啊，准备擦掉了，把擦到这里。准备盖个2层的小楼房。啊。今年动工了。今年动工，准备动工，就是这个题目出来的人有200人了。就这个厅里面出来了200人啊。啊。就是繁衍子孙呐。啊。哎呀，那你这个家庭大嘞。这个子孙发达了。啊。那我们今年还来得巧嘞，要不然再等个3、4个月，你这个房子都被拆掉了。被拆掉了。啊，就变成那种。只拆这边了。啊，只拆这边。啊。这边还保留。保留就没有那么多钱了，你这边还要住了，不住到哪里去了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打个朋友不好打了。是的，是。一边建起来了。对。建个这边，再建那边了。对。这种老房子看的不多，虽然有些泥头房摆留起来。你看。没有这么老化的房子了喽。是的。你旁边那个泥头房是一位老人家住还是什么？叫叔叔，我们。啊，叫叔叔。有70多岁了咯。就一个人住啊？他们的仔女都在外面买的房子。啊，但是他不出去啊，不愿意出去也是。也是不愿意到外面走。自己挣点田。挣了田吗？你们？没有挣田。啊，就是搞养殖业，然后又种点青菜。我们啊，都种了羊，我老公养羊去了，放羊去了。啊，放羊，也可以了。其实不用种田，买点米。我们不种田。然后就是自己的青菜种点吧，养鸡啊，养羊啊，就像说了嘛，养牛了吗？没有养羊。啊。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。忙不过来。忙不过来，还要到外面去吃酒啊，帮忙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你这里养了多少箱蜜蜂呢？我们以前是养了100多箱。100多箱啊？那你不一年有5、600斤蜂蜜？蜂蜜不小心了也是。也不好卖吗？不好卖。啊。收了20几年的蜂蜜了，养的。啊，20几年，那你们也是个老蜂人了。啊。非常专业了了。就养。你们卖多少钱一斤呢？50块钱一斤。啊，50，那也差不多的价格。这个房子不抢啊，不抢什么了。就是我们2个，我家孩子回来都是吃个饭就走了。啊。连萝卜还有。是的，你这个房子我看起来就像我，2、3岁的时候的记忆。我2、3岁的时候就是住这样的房子。我都没有去过这个房子，我家的房子都没有那么老化。没有啊。我家的房子没有那么老化。但是以前你别说啊，以前像这种大的房子，还算是大户人家才能住得起哦。不过你这里是修的是2层楼房吗？像不像其他人他们有搞了一个阁楼，上面也有1层呐？没有。你这上面第2层住的人没有？就是楼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阁楼吗？好多东西。啊，也就是跟我在其他地方看的修的一个阁楼形式，然后2边是房间，可以住人的。这个都没有仓库啊，这个房子都没有仓库嘞。没有仓库啊？没有，连这里都这样的了。啊。好老化嘞。哎。是不？不会老化，不会老化。站起来啊！啊，你这里冬天烤火聊天。啊，要站起来不？啊，你这里还搞了一个天窗的形式。我都没看过这样的，我家的房子不是这样的，我没看过。在一些老的电视剧里才看得到。是的。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得到了。没知道，我女儿就是叫她父亲吧，是守老旧了。其实这个房子保留起来挺不错的。挺不错的。哎，阿兰，你来看一看。来看一看，他不想来。你看看这个房子，以前你都没见过。啊，没见过啦，电视剧里你都没有。哎，来，怎么？他10几岁啦？告诉。12岁。啊，12岁。你几个小孩啊？2个，这是小的。一个儿子吧。对。你看看，对吧？看看这个里面的房子，看看，爸爸也是第一次见咯。这爸爸也是第一次见。进去看看。
你进去吧。看看这上面这样的设计，是不是像电视剧里面设计的一个天窗的形式？嗯。感觉它这个跟以前我们去一些名人故居里面，它上面也是会有这种差不多的。啊，对了。吃茶不？好，谢谢，我们带的水。我们茶叶嘛呀。这个红萝卜是你自己种的？自己种的。哇，给羊吃啦。这么好的红萝卜哎！给羊吃的。哎呀，你这个种植的手艺很好哦，这红萝卜长得这么好。他会种菜，我老公最会种菜了。啊，你老公的手艺。那你的女儿有口福啊，什么菜都有的吃。有。啥油都抓个100斤。哇。3餐。这样的洗脸架见过吗？没见过个。这都是100多年前的老古董了。是的。这就是上面放脸盆，看到了吗？下面这个架子。以前那下面放什么？下面也可以放脸盆呢。就不洗完之后放下面。啊，洗完以后把脸盆放下面呢，要是上面就倒洗脸水啊。就不用跟着腰啊。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洗漱池啊、洗脸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去那个名人故居里面就能看得到这个，但是现在在人家里面看到这个还是第一次，还在用的。安兰，要是让你住在这个地方，你住不住？肯定愿意住啊。看到没有？是吧？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。这里是你的堂屋。现在堂屋是养鸡了。要准备擦掉。这个堂屋跟我其他看到的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啊？哎，安兰，我们又发现一个不同的东西，看到吗？这是个养鸡的鸡笼。你看过不？见过。见过吧？对。那个齐白石故居那里。我们去齐白石故居的时候看过。我娘家就是这样的种卷养鸡。是的，以前在山里面有黄鼠狼啊，有鹰什么的，你就必须把这个鸡关到这个地笼里面。以前这里应该是不是有一个孔？应该是把它给堵住了吧？我们娘家就有一个孔。以前应该是这里有个孔。走进去。走进去，关到这里面。所以，我是因为去过齐白石故居，才知道这么个，所以说我一眼就知道你这是什么。要是没有去过，我就不知道你这是起什么作用。这里面面积大不大？应该养个20只鸡，应该差不多不？养的。有这么大个地方？20只养的。现在就不会关在这里面了吧？不会，还不进去。现在都不进去了啊。以前是进去，个鸡都不进去了。是的，现在就这里搞了一个临时的养鸡。你这里是有点渗水。泥土房保持的好还是挺好的。夏天又不热，是吧？冬天呢又还好。你只要墙面搞得比较密封的话，应该也不通风嘛。因为我看到好多老人家他不想翻新房子嘞，他愿意住泥土房。我家的老人是还不想回来。以前你那里没有这么条公路的时候，那里走路的话是不是只有这么宽一条路？就这么。只有这么宽。因为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，旁边好像就有一条那个青石板路，靠山那一边。靠那边。对的。那你30年前嫁进来，你都愿意嫁进来吗？是看中你老公这个人了。是的。我应该不是看中这个地方，是看中人了。我家都说我娘都说我是看中了我老公。是的了，你说你这个地方，以前你娘家都不是这样的了，我就晓得所以说你娘家都不同意，就是我看中了我老公。对的。我的孩子长大了都是好说我看上了他父母。爸爸。对的，所以你老公有。他就还不会嫁到这个地方来。是的，你老公有福啊。有福。娶了这么贤惠的老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。
什么？这蜜蜂啊？啊，蜜蜂有这么胖吗？你不是以前说过有这么胖的蜜蜂吗？不是，它为什么卡在这里面？是蜜蜂还是那个马蜂啊？不知道，它只因为天露了个头。气变凉了以后，它躲在里面。过年是到这里过的，还是去城里过的？没到城里，因为我们搞养殖业，走啊不了。那你女儿都陪着你这里过年了没，他们上班，啊？也不回来过年，也忙。我小女儿就回来陪我们。这个泥土房，是的，看看，这个是我以前说过，我说泥土房里面肯定会加木条、加石子，啊，对吧？啊，里面加了轴子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以前建泥土房的一个设计啊，每个泥土里面都加了这个木条、轴条、石子，这样子的房子就很好，很牢固。你老公就是进出就是骑摩托，就是一点不好，就下雨天就不好走了。不好走，对啊，全部是泥巴路。泥巴路。这里的人都好高的瘦了，90几岁啊，都是高寿的人。高寿的人呐。是的啦，所以说你老公住到这个地方来养老啊，啊，活个100多岁啊，那30年以前你住在这个地方都能待下来呀，真的很不错哎。愿意待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去旁边看一看，走一走，转一转。天一下子就冷了，嗯，天一下子就冷啦。是的呀。我去你叔叔这边看一看，看看会不会打扰他。哇，他叔叔家这条路就真的没办法走啊，完全是条泥巴路。上面是一层，上面是一栋2层的泥土房，和我们之前去山里面看过的泥土房啊，是没有太多区别的。谁能告诉我，还有人选择住在这个山里面？这样的泥巴路走上来，以前这里是一条小路，可以走到这位爷爷家里。我们现在走大路吧，这里是诚心开挖的一条泥巴路。啊，再过几十年，这样的地方就是比人还高的杂草了。哇，看看什么东西？这爷爷，这是准备的什么，晓得吧？这是干什么？晒东西的。这里可以放那个竹席呀，或者是一个硬板呐，放在上面可以晒茶籽啊，晒一些要晾干的一些东西啊，比如说把菜晒干呐，做那些辣子菜啊。这是晒衣服的地方啊。啊，这位爷爷搞得好干净的。啊，看看这爷爷收拾的挺好的。哦，看看这里是什么？一个坟墓在这里。这个桶是不是以前洗澡的那个浴盆啊？你好。你好，有人在家不？对啊，以前在这电视剧里面可以泡澡啊，这是老古董啊。好大呀！现在我们都有那种防水的一些桶。啊，它都是山泉水接过来的。
这里养了一些鸡。这里是一条泥巴路走上来的，就是爸爸刚刚说的。啊，这个山上住的是真安静。啊，这爷爷住在这里面。老人家在家吗？啊，他这个房子做了一些防护措施，是一个2层的房子。好吧，老人家可能在里面吃晚饭吧，我们不去里面打扰他吧。刚刚叫他也没有应，我们就不贸然进去了。这是一条小路啊，可以走下来呀。那好吧，我们这小路走下去吧。看看门口还有2尊坟，所以胆子小的人呐，尽量不要走这里，或者晚上住这里也会比较瘆得慌。但是对于土生土长的人，或者是里面埋葬的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祖先，那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回去了。哎，刚刚你叔叔我们叫了一下，他没应，他应该在里面做饭。我们就不打扰他了，我们只是出来玩一玩啊。可以可以，下次到这里面来。可以，很好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他可能是耳朵不是很好了。他70几岁了。对，可能听力不好。我们就叫了一下没应，我们就走。好，没事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今天我们跋山涉水，幸遇了这位伯伯。他告诉我们，这里以前是一座上百年历史的村子，住了6、7户人家。但是如今只有一位70多岁的爷爷和2位伯伯居住在这里，其他的人家已经搬离到了城市。而且这位伯伯非常的热情，他邀请我们下次去他家吃饭。由于今天的天色比较晚了，我们得赶紧下山，因为下山的时间要有30-40分钟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